奇怪，这来来回回都找了这么多遍了，怎么看也不像是藏了一座塔的样子。难不成我们找错方向了？又或者说，这是有什么障眼法，我们没有发现呢？李莲花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再找不到，人家摩森可就回来了。这应该就在这个附近。这极乐塔是座塔，入口为什么会是一个井？说不定这塔已经不在了，可是宝物还在，所以他们进去的是井中的一个密室。你想啊，李飞他们之前进去过这个极乐塔，那就说明掉进了这口井就能找到这座塔。赵赤死之前那个动作，是不是在暗示着什么样的线索？你的意思是，一进井就是极乐塔？这怎么可能？难不成这极乐塔变成一口井不成？我想到了，极乐塔就是一口井。你看啊，井、塔。赵赤在死的时候，其实暗示着塔就是一口井。这样的设计实在是太玄妙。我知道了，铁山崩。你也知道，奇门册里记载过一种血域矿山机关，铁山崩，将重于千钧的坠子高高吊起，机关忽然倒转，坠子由上飞速落下，砸死连带灰泥倾倒洞中，顷刻就能溶出一个小矿洞来。塔顶有重坠，塔身互相勾连。消失的那夜，有人倒转机关，让塔顶的坠子飞速落下，击穿地面夹层，连带着塔身翻转地下，塔就一夜之间变作山涧。这井口一定是被隐藏得很好，这刘可娥也没必要10几年前再去填井，应该是血块。这酒醉之后，误打误撞找到了入口。这就要看一个酒醉的人路过废园会在什么地方停留，才能找到极乐塔的入口。酒醉、月夜、桂花。若是在赏月或者歇脚的话，是不是应该有个凉亭呢？等等，这是吴公公写的诗，他曾在光庆帝身边伺候着光庆帝。这么一个大忙人，居然还有时间和功夫赏月写诗，你不觉得可疑吗？除非他的诗别有用意。续落寒云脚，3分坐花床。这宫中也没有叫寒云的地方，或许就是凉亭的名字。还有这句“飞雪化作雨”，雪在半空化成雨，说明落下的温度应该很高，莫非是温泉池？造铁山崩需要土质松软，自然是有水比较合适啊。刘可和的施工册子。7月8日，拆寒云亭，填柳月池，建观石山。就是这儿，这凉亭底座还在呢。这个乱石怎么看都有好几百斤啊！方小宝，你行吗？李莲花，看我的！
灵塔通玄，不动极乐。这井就是极乐塔，倒悬而成。看来我们是找对地方了。去那边看看。